大家好，我是东一瀚海星辰的副总裁季星。对于今天网上流传的视频，我在这里跟大家保证，瀚海星辰的原材料绝对安全。我们国家对植入式医疗器械的质检流程十分严格，瀚海星辰的每一项产品都是经过了药监局的认证，并且拥有医疗器械注册证，绝对不会有辐射问题。 你凭什么保证瀚星的产品不存在放射性物质啊？带有放射性物质的产品植入人体，会对患者造成巨大的伤害。难道瀚星就这么不顾患者的生死吗？你们是不是使用了特殊手段通过了质检？你们的产品已经大量投入临床，如果真的出现问题，你们该怎么办？对于网上流传的那段视频，你又作何解释？这些记者也太过分了吧！他们分得清什么是客观和中立吗？现在事情都没有调查清楚，就把锅都扣到星星身上。好，你先别着急，季星他一定能处理好的，啊，放心。我手中这台放射性物质检测仪，跟大家在视频上看到的一模一样。这个是我们瀚星科技生产的椎间融合器。 没错，超过了正常值。这个也会响吗？还是超出了正常值。借你的本子用一下。我的机器，大家也看到了。 像这种检测仪是可以做手脚的，它的检测结果并不可信。但是为了让我们的患者放心，我代表瀚星宣布，我们会向社会征集一批检测仪，对产品重新进行检测，并且公开检测结果。这样看，星辰还挺有底气的。你看看呢，对呀，你看吧。既然你们觉得没有问题，何必要再大费周章的检测一遍呢？是不是心里有鬼啊？东医的宗旨是。 把每一位患者的利益放在第一位，事关健康，怎么谨慎都不过分。产品全线召回之后，我会找第三方机构做检测，并且整个过程全程直播。产品到底有没有问题，到时候大家心里自己会有判断。你们看个结果吗？这孩子。 把东阳的态度说得很明确嘛。据我们现在所了解到的证据，视频发布者之前就有造假勒索的先例。如果各位在座的媒体朋友感兴趣的话，可以去深挖一下，会是一个很好的社会题材。我真心的希望大家不要再帮造谣者制造舆论环境。 这件事情我们已经报警了，深入调查之后会给出结果。借此机会，我也向各位发出邀约，邀请大家有空来东一、来瀚星参观我们的研发中心和生产基地，近距离的了解我们对各项产品的严格要求。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在发布会结束之后，可以联系我身边的工作人员。一会儿结束去看看，一会儿一起去看看。这就算洗白了？也不算洗白，知情误会了。 今天特别感谢各位媒体朋友的到来，请大家关注后续的处理结果，谢谢。季总，好了好了，季总，你这次发布会应对的太棒了，不仅显示出了东一和瀚星的坦诚，还免费拉了一波媒体帮忙做广告。陈总过奖了，只是接下来要辛苦销售部和公关部的各位了。销售部负责召回所有同批次的产品，
同时安抚已经使用过产品的患者，承诺后续保障工作。公关部负责调查这次发视频的那个网红，保留所有的证据，同时找第三方公司做检测，实时公布检测结果，注意舆论动向。行，那大家去忙吧。陈总，我还有点急事儿，我得先走了。好，那你去忙你的，其他的事情我盯着。辛苦。徐总，他怎么样？手术很成功。太好了。醒了。我去给你擦擦。哎呀，什么事那么着急啊？还特意跑回来一趟。你跟我来就知道了。小王，这不太好吧？有啥不好的？大白天的多不好意思呀。那你想要的话，等晚上嘛。啊？哎呀，这种事儿不是现在抓紧做了，等晚上黄瓜菜都凉了。明白。小莫，没有想到你这么生猛啊！你在干嘛？你干嘛呢？不是小莫，原来你是要直播啊？这还没到点吧？我当然要做直播了，这种事情一定要趁热打铁。趁新闻发布会结束没多久，舆论声量最大的时候，我得赶紧做个直播预告。哎呀，之前星辰那个志愿者出事儿的时候，舆论跟现在一模一样。那后来星辰翻盘了，还有一波人一直黑我。这次看星星的发布会，我就突然有一个想法，可以去采访一下用过汉星产品的志愿者。所以丽姐就帮我联系了汉星的公关部，他们给我引荐了几个志愿者呢。这些是志愿者的联系方式，我打算给他们做直播采访和视频，用实际的例子来堵住那些黑子的嘴。但是，我现在要做个直播预告，能不能麻烦你先帮我挨个联系一下他们，约下采访时间？原来你找我帮忙啊？不然你以为呢？陆林佳，哎，你脑子里开染房呢？我错了，谁让你穿脱了衣服进了房间？他说不然晚上黄花菜就凉了。哎，别，我们赶紧做直播预告啊！从哪里跌倒，从哪里爬起来啊！小梦最厉害了，我赶紧联系啊！
8808，喂，你好啊，你先忙啊，感谢。东医的宗旨是把每一位患者的利益放到第一位，有关健康，怎么谨慎都不过分。产品全线撤回之后，我会找第三方机构做检测。你别看了，有什么好看的？啊，还不好意思。产品到底有没有问题？我是怕你被我迷得茶不思饭不想。那完了，我现在已经这样了。哼，季总越来越厉害了，佩服。彼此彼此。你觉得这件事是谁干的？汉兴分了谁的蛋糕，那就是谁呗。对了，发视频的人今天联系我们了，说希望道歉私了，是为了博眼球赚流量，但是没想到把事情闹得这么大。那你怎么看？谁会为了博眼球得罪东洋集团啊？背后肯定是有人指使啊，只是这个背后的人很难揪出来，他们肯定都已经串通好了。看样子你已经想到解决方案了。事已至此，让他们公开道歉，舆论会谴责他的，还能给东医赚一波正面宣传。看来我们的季总已经有了完美的解决方案，那我就可以安心休个假了。你就先养着吧，这事儿一定给您办得漂漂亮亮的。来，啊。给你，跟我一起吃。哎呀，打扰了。爷爷，董事长，恢复的怎么样了？挺好的。好，抓紧时间，赶快康复。季星啊，公司的事情辛苦你了。应该的。这个新闻我看过了，突发事件处理的不错，都是他连累了你。对对对。董事长，我跟韩婷是一体的，没有连累二字。既然有牵有挂，以后做事就要更加谨慎，三思而后行。是。对了，上次我给你们写的那个星和婷啊，我找人已经给装裱好了，有空去取一趟，也算我给你们两个人的一个礼物吧。谢谢董事长。你那么习惯叫董事长吗？谢谢爷爷。好了，我还有事先走了。继续吃橘子，继续。爷爷再见。再见。您慢走。好。怎么了？吃橘子。来吧。吃橘子，还吃吗？爷爷，小月呀，不管你出于什么目的，今天你能到这儿来，说明你啊还没有彻底的糊涂。他是不是跟您说什么了？小婷在我面前从来没说过你半句不字，可你都做了什么呀？你以为我真的老糊涂了？连这点事都看不出来。这个小婷要是跟你耍手段呀，恐怕你呀还真招架不住。爷爷，对不起。小月呀，这话你应该跟他去说。你们两个是姐弟，
血浓于水啊！岳总，汉兴的季总想见您。苑总，打扰了，请进。你不是一直在医院照顾韩婷吗？怎么有时间来我这儿？我是特意过来跟您道谢的。道谢？头2天在医院，我看见您去看望韩婷了。我知道，其实您一直很关心她。而且这段时间韩婷受伤的事情，也一直没有传出去。我相信，您也在帮忙压着呢。道谢就不用了，我做这些事情呢，只是不想让爷爷操心。你到底有什么事？明天的董事会，我们希望您能帮助我们一起说服在座的各位董事，通过 AI 人才库的提案。我没听错吧？你怎么会认为我会帮你？AI 人才库如果做好了，获利的不仅仅是东医，东科也很需要优秀的 AI 人才还有资源，而且到时候整个集团获利，是东洋集团的荣耀，更是您这位副董事长的成绩。韩婷在德国那10年，一直都是您在打理东洋，这么多年，公司在您的手上一直发展平稳，发展得很好，可见您对他的付出。韩婷突然回国，直接空降东医总裁，换了谁一时都很难接受。你倒是比韩婷会说话。韩婷嘴上不说，可是她心里都明白您对东洋的付出。坐着说吧。谢谢。我承认 AI 人才库的前景确实不错，但是造价摆在这儿，推进并不容易。我跟韩婷已经做了万全的准备，只要董事会通过，接下来的进展会很顺利的。再说了，如果这件事情没有做好，那不就证明我跟韩婷的无能？到时候苑总想要拿回东医也是应该的。谢谢你，这么为我考虑。苑总，投赞同票对您来说是百利而无一害的，于公于私，您都应该放心的支持人才库。相信以您的心胸和格局，一定会做出更有利的判断。12床的病人还要再观察一下。好的，邵医生。季星。哎，奕晨。韩总今天要出院了吧？对，是有什么问题吗？你别紧张，他术后恢复得挺不错的。回家之后一定要多卧床休息，他可以适当下地进行一些功能性的锻炼，预防血栓啊，还有一些并发症。切口呢，2到3天换一次药，1周之后来医院拆线，1个月以后，他就可以正常活动了。记住，如果一定要出行的话，一定要用轮椅代步。好的，谢谢，这2天辛苦你了。咱们之间不用客气。看到你和他经历这么多事，我感觉他可能真的是最适合你的人了。星星，恭喜你。谢谢。哎，对了，还有一个事儿我要向你请教一下。你这也太夸张了吧！我专门问了邵一晨，他说你现在还不能多走动，明天你要去董事会的话，还得带上定制的外固定支具。
即便如此，站立的时间也不能超过1个小时。还是季总考虑的周到啊。支局的事儿就交给我来办吧。但是你要答应我，明天一定要很小心。一切都听季总的安排。干嘛？想亲我？那得等你好了才能亲到我。谁说我亲不到？来，你过来。你过来，过来啊！走，自己走，走2步。自己走，可以啊，你还挺顺。我来喽。怎么样？有没有舒服一点？舒服多了。放心吧。唐宋，再开慢点。好的，季总。我们回自己公司还这么偷偷摸摸，跟贼一样。这可真是一生难得一次的体验啊！一次就够了，不可以再有了。我去调设备，你把衣服脱了。哦，怎么不动啊？我现在是个病人。什么意思啊？你帮我呀。哼，韩总，你得自己多练习才能好得快。我自己不行，你帮我。那你求我呀。求求你啦，季总，你要是不帮我，我就不扫描了。好了好了，扫描还是要做的。来，我帮你。来，伸手。你慢点儿，你慢点，小心小心。哎呦！小心！你别乱动。你轻点。什么？我够轻了呀。季总，好了好了，你手再抬高点儿。你现在怎么像个小孩一样？怎么了？我还是很担心。有你给我做的外固定直觉，我不会有事的。就算有直觉保护，你也不能做太久。我怕明天局面太焦灼了，会耽误太长时间，你身体会受不了。别想那么多，你现在需要养精蓄锐，用最好的状态去面对董事们，知道吗？快睡吧。
我已经做了所有紧急情况的预案，我不紧张了。你也要放松一点，我会一直陪在你身边。谢谢。我才不要这种口头谢谢。等你平安撑过今天，再谢谢我。那为了今天的董事会，能不能先给我个胜利之吻？各位，介绍一下，这位是瀚海星辰的副总季星，正负责我们大力推广的 AI 人才库。各位董事好。坐。周董，我就先说两句。就目前呢，咱们每年上亿资金的投入，就办个社会大学，而且毕业之后还未必能为我们东医效力。小韩总，你这不是做生意，你这是拿着股东的利益在做慈善。您的担忧也是韩总最关注的 ，AI 人才库是否支撑得起东阳新的利润点？答案是肯定的。往近了说，最近瀚星遇到过一次原材料渠道危机，幸好 AI 人才库的顾问秦立先生促进了我们和德国巨黄材料的合作，不但帮我们渡过了难关，还帮助我们建立了稳定的原材料供货渠道。目前，我国人工智能正在快速发展，而潜力较大的技术还处于实验室阶段。谁能加速技术突破和产业应用，谁就是人工智能这块蛋糕最大的赢家。我相信各位董事也不想放弃这块大蛋糕吧？我认同小韩总和季总的观点，科技时代最重要的就是抢占发展先机，否则就会失去竞争力。何总，你更应该知道 ，AI 人才库是个全新且烧钱的项目，前期投入太大，等待盈利的时间也太长，后续实际利益根本就不确定。季总，你刚才也说了，很多技术还在实验阶段，那你凭什么就能保证它将来就一定是一块大蛋糕呢？周董说的很有道理。各位董事，只要你们首肯，我们会将瀚星上半年的利润投入到 AI 人才库的建设之中。等 AI 人才库建立成功后，带来的利润将会翻倍。瀚星才成立多久啊？能有多少盈利？真等你们开始建设 AI 人才库以后，没钱了，还不是得我们贴？瀚海星辰成立只有半年，我们对这半年做了一个结算，纯利润为6000万。如果大家对利润还满意的话，就应该相信季总的工作能力。我的态度是全力支持。感谢韩总的支持。瀚海星辰也对下半年做了预测，排除不可抗力因素，预测利润翻倍，相信明年的增长目标也完全可以达到。
所以各位不用担心，足够覆盖前期人才库的投入。小韩总目光长远，周董、杨董害怕伤害在座各位的利益，这也在情理之中嘛。没错，毕竟瀚海的利润也是东一利润的一部分。说到底 ，AI 人才库的建立，花的是东一的钱。那么关于今年业绩目标，小韩总，要不要再立个军令状呢？杨董，韩婷这个人心狠又记仇。我上次这么跟他开玩笑的时候，可是损失了全部的东一股份呢。您这样，不怕他把您赶出董事会啊？哈哈，苑总说笑了，刚才杨董呢也是在开玩笑。既然小韩总这么执着，那我觉得咱们还是看最后的结果吧。现在开始表决，同意的举手。感谢各位董事的支持，东一 AI 人才库一定不会让各位失望。你犯什么糊涂啊？居然在董事会上帮韩婷！我只是就事论事。你就什么事儿论什么事儿啊？东一才是集团的核心，东科稳不住你的位子。现在不把东一拿回来，将来集团的资源全都往东一倾斜，没有人会记得你帮他说过好话。我已经想得很清楚了，发展东科不一定非要踩东一一脚。韩婷背后布局远大，我们再给阻力对东阳并不是好事。如果韩婷未来的布局成功了，周董，您坐等分红就是了。苑总，周董，既然您这么不认可韩婷的做法，以后东一的事情您就不要再管了。反正您也到了该退休的年纪了。你狠。唐宋，跟公司说韩总要出差2个星期，消息一定要封锁。好的，季总，那我先走了，有事儿您随时喊我。很疼吧？那你先休息会儿，我去做饭。陪我。丽姐，桃花姓韩，你胃不好，少喝。有一件事儿，我想了想，还是得告诉你。我重新提交了去德国的申请，罗总批了。这是好事儿啊！恭喜！
去德国那边好好照顾自己，好好学东西，加油！苏总，厉总好。苏总，恭喜你啊，祝你一路顺风。谢谢。你们聊，我先走了。加油啊，苏总！你去德国以后，我们大家都会想你的。你这消息还挺灵通的。上哥告诉我的，那我就先去工作了。嗯。桃花姓韩，你胃不好，少喝。苏总，恭喜你啊，祝你一路顺风。谢谢。感谢苑总上次在董事会上的支持，这次特地过来答谢。你还真是雷厉风行啊！我弟弟看人的眼光还不错。他知道你要跟我们合作吗？他对东科的期待比我更高。东科的智能互联网技术很成熟，而汉芯的3D 医疗打印可以协助东科开发医疗智能互联业务。汉芯和东科合作，一定是强强联手。下周约个时间，让技术部门碰一下合作细节吧。好，苑总，合作愉快。合作愉快。齐星，以后咱们就是一家人了，别再叫我苑总了，叫我苑姐吧。好，苑姐。对。厉总，我有个事情想跟你汇报一下。什么事儿？说来话长，方便的话，下班后咱们一起吃个饭，边吃边聊。好，那我先去工作了。怎么又在工作啦？你这刚有好转，得意忘形啦？除了说这个，还有别的问题吗？今天想你。这个我知道，还有呢？我去见过苑姐了，汉芯想要跟东科合作。不止一次了吧？董事会之前也见过，他很关心你的身体，也很在意你的意见。这次他还专门问呢，想跟他们合作是不是你的意思？你怎么说？韩总对东洋科技的期待比我还高。季总现在骗人的水平越来越高了。这不是韩总的心声？是，只是我没想到你会找他。现在外边都想看着你们姐弟内斗，想知道东洋未来到底会落在谁的手中，但我知道这不是你想看到的。上次苑姐还去医院看你了。我知道，她始终是我姐。
血浓于水。厉总，你怎么不吃啊？小周，你是最近工作上遇到什么问题了吗？厉总，我今天送给苏总花呢，是以朋友的身份送出的祝福。你说的汇报工作，就是说这个呀？对啊。小周，你不用跟我说这些，我跟苏总只是普通朋友。厉总，有些事情旁观者清，也许你并不觉得，但是在我看来呢，你对苏总并不是没有感情的。苏总马上就要出国了，我跟他是不可能的。可是你明明舍不得，不是吗？他那么喜欢你，只要你开口的话，他一定会为了你留下来的。厉总，你别误会啊，我并不是要干涉你的私生活，我只是为苏总感到可惜。他人很好，我也喜欢过他，虽然他很果断地拒绝了我，可是我还是希望他能够幸福。成年人的世界，不是每一份感情都要有结果的。我曾经有过一段随意开始的感情，结果遍体鳞伤。对于现在的我来说，已经不想再重蹈覆辙了。而且苏总前程大好，等他看了更大的世界，就不会留恋现在的感情了。厉总，恕我直言，你好像有点悲观。也许时间的流逝并不能消磨苏总的感情呢，反而会让他更加看清自己的心。所以你要不要再给他一次机会？苏总他和你以前遇到的人都不一样。3年外派，能让他的事业更上一层楼。我不能自私的让他放弃前程。厉总，所以你是喜欢苏总的，对不对？快吃。好。哎，行了，哪有你这么剪，都给我剪秃了！你看这形儿都没了，别管了，去吧。这可不像你啊，这么多礼。你好好休养吧。哎呦，这谁的信息啊？看得这么高兴啊？爷爷，小天跟我说谢谢。哎，你别动，别动。刮个胡子而已，有什么好紧张的？亲一下。哎呀，你别动，我手上还有刀片。那你亲我一下。你别动，好，你别动。我可不想在这么好看的脸上留下痕迹。
好渴，突然很想喝牛奶。回来。别闹了，我求你了，我真的不行了。我喝了1个多月的骨汤，胃里全是骨汤的味道。我还变着法儿给你做呢，什么莲藕排骨汤、山药棒骨汤、海带棒骨汤、玉米棒骨汤。其实我已经恢复好了，我现在生龙活虎的。你看，哎，你小心点。我们可以换一换口味，可以不用喝汤的。其实我也喝你。但是这锅怎么办呀？你别浪费了呀。我有办法。首先，我们1人盛1碗汤，刨去碗的重量，然后谁盛的汤数字最接近100克，谁就赢。输的那个人把自己盛的汤喝完。没问题。我先。你先。偶然的相遇，记忆中的那张脸牵动心绪。100克。我量这个可准了。好了，开始。102。80。那你输了。那不行，下次我来。可以啊，那你先喝了。我的失落，也是你先发现。不需要太快接受彼此，也不必匆忙爱上沉迷。经过漫长等待，不确信，在岔路口紧紧握你手。不需要太快接受彼此，也不必匆忙爱上各自，让在原地徘徊，不走开，期待总有一天你会回来，不是先开口就认输，也没有轰轰烈烈的赌注，重来一次就算再难过，我依然义无反顾，不再是路过。我今天喝了大概有1314克，你呢？我喝了521克。突然觉得每天喝汤也不是不好，明天要不要再弄一锅？明天你做饭。去哪儿？方便一下。这就是广华数据库的推进方案。我们技术部门已经开始建立自己独立的数据库，慢慢的，小白就可以摆脱对东一数据库的依赖了。我对广华的业务从来都不担心。尝尝。你这最近怎么不喝茶，改喝上咖啡了？这不是你喜欢吗？我就简单的研究了一下。你上次来都没喝，这次总该尝尝了吧？味道怎么样？比手冲咖啡的技术远不如你煮茶好，涩味偏重。我试过几次，成功的几率能有50%。这次呢，本来想赌一下，没想到还是失败了。这样吧，我再试几次，下一次，我一定给你冲一次成功的。
常总最近很有闲情逸致啊。怎么？是不是觉得稳赢韩婷了？童科和东一一直是商业上的老对头，我想赢韩婷，是因为童科。小迪啊，你对韩婷还一直这么执着，是因为放不下她吗？常总，我在你眼里是这么傻的女人吗？既然签了收购协议，广华就完完全全属于童科。我跟你一样，希望童科能赢。好，这一天会很快的。我一会儿先送你去公司，再去见爷爷。好。看什么呢？新闻，广华现在正在全力构建独立数据库。关注这个干嘛？我看长河和曾迪现在一门心思，只想跟东一争个高下。太多损人不利己的小动作了，我就在想，你关注的医疗科技百花齐放那天什么时候能来？所以过2天东一会有个大新闻。走吧。爷爷。哎，都好了，恢复好了。什么事儿？说吧。你决定这么做了，你知道这对东阳意味着什么吗？也许对外人来说，意味着我们过去10年所有的优势一切归零。但我相信这么做，未来10年乃至更久，我们东阳将会后来者居上，立于不败之地。看来，我孙子是要下一盘大棋呀。好，你想做就去做吧。谢谢爷爷。我们这个行业呀，革新蜕变，你跟小苑，你们是感触最深的。你有你的理念，他呢有他的经验。你看，我不干涉你，你也要好好照顾姐姐。放心吧，爷爷，我会和姐商量着来的。好。对了，还有一件事啊，在你的数据库公开之前，赶紧抓紧时间办喽。什么事？榆木疙瘩脑袋！你真以为谁跟你韩婷在一块儿就是一笔好买卖呀？人家季星这姑娘啊，还真不错。你赶紧抓紧时间把婚结了，别让人跑了。哎呦，我还想四世同堂呢。
阳医疗刚刚公布了东医 AI 人才库的消息，引发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东阳对人才库的投入只是一个开始，我们呼吁人工智能领域的各位同仁携手加入，共同组建宏大的社会人才网，为推动业内相关技术的广泛研究和交流。东阳医疗将免费非专利的公开智慧云医生一切的研究资料，供各界对人工智能感兴趣的科学家、研究员、大学生以及科技爱好者研究参考。未来在人工智能领域，我们能否为国家发展助力，全看将来各位的努力。希望我们的人才库能够助力有志之士，更好更快地实现内心抱负，为社会尽一份力。喂，韩总，恭喜啊！等我回新港，你和季星一定要请我吃饭。等你回来，一定。我一直在找你，怎么在这儿啊？我新盘的时候，就喜欢到这儿来，吹吹风。心胸也能开阔许多。一些想不明白的事情，也就想明白了。那接下来呢？我们该怎么办？小弟，韩婷从来就没有把童科还有我当做对手。他的目标是让整个医疗界百花齐放，共同繁荣。一直以来，是我低估了他的心胸还有格局。所以你认输了？既然是共同繁荣，就没有输赢可言。韩婷公开了智慧云医生，让我们之间在数据库上的投入打了水漂。但是从长远看来，同和广华还是会从中受益的。我还是不甘心。我知道，你同意和我一起联手，执着于打败韩婷，是因为你放不下他，即使你自己不愿意承认。不管是商场上的博弈，还是情感上的争锋，就该愿赌服输。你我都不是输不起的人，你的人生路还很长。我希望你能放下韩婷，多看看外面的世界，看看眼前的人。韩总，我相信东医一定会是国内智慧医疗领域的领头羊。谢谢，我们十分期待东医的未来。东医也期待跟你们合作。韩总，那我们先告辞了。慢走。你怎么来了？我来送工作文件啊。顺便来告诉你参加知州的送别宴。他什么时候走？明天。现在别看了，没那么着急。去看看外面，对眼睛好。
你这段时间太忙了，中午就休息一下。东一人才库上了新闻热点，现在好多企业都找我们东一送项目。不止呢。前几天媒体在高校做了调查，东一是大学生求职意向的前几名。我觉得东一和汉星要迎来最好的时候了。我们也是。哎，肖总。季总，丽丽，你好。我出去办点事儿，你们随意。嗯。干嘛？我早放下了。蜘蛛明天就要去德国了。你想说什么？这么久了，蜘蛛对你的感情我都看在眼里，你怎么想？我不想耽误他前程。一段好的感情会让两个人一起都变好，没有谁耽误谁。行了，我知道了，你别操心了，我会好好考虑的。走。哎，大家吃好喝好，别客气，反正是我大侄子买单，都别给他省钱了。哎，对了，季晴、丽丽，你俩迟到了，表演个节目吧啊！大侄媳妇儿，你先来。你先来。那丽丽先来。哎，我们丽丽不舒服，今天谁都不许为难她。你看看，小萌比在座的男士都要贴心。我不贴心，我全程为你服务，够贴心吧？怎么某些人什么事都要吃醋？那不抓紧点，把人定下来。我明天准备去见星星的爸妈，完成心愿单上最后一个心愿。喂，你俩说啥呢？我都听见了。什么心愿单？哎呀，心愿单可浪漫了，是吧，星星？别闹了，你都不懂。我懂啊，我懂，当然懂。心愿单嘛，不就情侣之间的那些浪漫的事情吗？哎，小萌，你有什么心愿，我替你实现。我就是你的 Wishman 心愿侠。我的心愿啊，我希望我能成为一个超级大网红，粉丝1000万。哎，苏生，你有什么心愿？你还是先把小萌的心愿给实现了吧啊，Wishman。是啊，哎，你干嘛回避我的愿望？不是，你要那些粉丝干什么？你有我就行了呀，有我爱你那就够了呀。这什么意思啊？那粉丝爱跟你的爱能一样吗？粉丝该爱我，你还是得爱我的呀。长河和曾迪因为张凤美事件以及诽谤汉星产品和辐射超标被带走调查了。人总要为自己的错误付出代价。是。星姐，出什么事儿了？长河和曾迪被带走调查了，就是因为张凤美还有之前诽谤汉星的事情。这叫恶人有恶报，扣在汉星头上的污名，这下算是彻底洗清了。还有之前小萌直播采访志愿者，也帮了我们大忙，算是给我们汉星的这次公关做了一个完美的收官。嗨，那就行。反正啊，之前总来我直播间那些黑粉，现在也不敢来蹦跶了。好了，不说这个了。志洲，你明天几点的飞机？我明天11点。德国跟这边有时差，你刚到那儿可能会不习惯。反正你有任何需要帮助的，你就跟我说，我跟韩婷都能帮你。是，我已经跟那边负责人说好了，他会关照你。感谢韩总，感谢星姐，那我就不客气了。不客气。等苏兄从德国回来之后，那肯定升职加薪，走上人生巅峰。兄弟，苟富贵勿相忘，
放心，一定不会下忘。真的。行了也。苏支招，祝你前程似锦。谢谢。感谢大家为我践行，那我敬大家一杯。来，来，干杯！干杯！我干了。